前面的6天当中，巴黎走过了，老佛爷、春天百货买过了，凯旋门、香榭里舍经过了，罗浮宫、凡尔赛宫逛过了。此趟出行的高潮点，契机终于来了。随后的3天还剩下1182公里的路程，这趟出行就得以画上了完美的句点了。早上赶着第1班船上了水都威尼斯，风和日丽，春阳熏陶，大体平顺地完成了这趟让人感恩的美景之旅。曾经听人这么说，新房中有4室，分别居住着喜怒哀乐。喜乐之时别笑得太大声，不然会把邻居们给吵醒咯。完成了威尼斯岛的游程，搭乘渡轮返回意大利本土。还没下船呢，就接到了当地旅行社由伦敦总公司打来的紧急电话通知，威尼斯到罗马之间的意大利1号国道101已积雪30公分后，全线交通瘫痪，要求导游立刻应急处理。下了船，上了巴士，要求随团服务的副领队到前座来，将工作分配之后，2人分头进行后续的补救工作。接着向团友们报告当下所面临的紧急状况，并请求副领队协助司机帮忙。每位团友必须随身携带盥洗包。随后2天的替换衣物之后，由副领队集中大部队。那时导游应已购妥火车票，将会带领大部队搭乘火车前往罗马市。14点45分抵达火车站，将上述的任务交代给副领队之后，赶紧跑往售票口。由于这个突发的天候状况，意大利南北往来的公路系统因而一片大乱，所有旅客的最佳选择就是搭乘火车，所以此时火车站里售票口前只能用 People Mountains People Sea 人山人海来形容。如果规规矩矩、呆呆板板的排队，至少要3个半小时才能买到票。团里有位大眼睛杭州小姑娘，是澳洲回来的留学生，突然出现在如同热锅上蚂蚁般的自己身旁，提醒说多花一点小钱。事后证明手续费是289欧元，可以在站内的旅行社服务柜台买到一样的火车票。15点05分拿着团队火车票，跑回开始落下大雪的大巴停车场，拿了300欧元给司机作为应变费用，要求他在之后的2天1夜里，无论如何必须抵达米兰火车站，等待大部队的抵达。之后带着大部队上了火车，贴心的副领队跑来拿走火车票，就由他来分发车票给每位团友，要求我休息一会儿。根据坐在自己身旁的团友说，15秒钟之后就听到了我撼动天地的呼噜声。原本3个半小时的火车航程，因为天候状况跑了4个半小时，将到罗马市前的半小时去禀报团友们准备下车。这时团队突然炸了锅了，团队中的3对老夫妻首先发难，你这导游太独断独行了，也不取得我们一致的同意，就自作主张把我们强制性的装上了这火车，我们是不愿意付这火车票钱的，你就看着办吧。这种状况中，自己只有回应说，您不愿意付这笔钱没事，我已经带您垫付了。我自个一向的原则是，宁愿钱倒霉，也不要人倒霉，只要大部队平顺，这笔费用就算由我自己掏腰包也没关系。旁边座位上，来自上海的14位团友当中，有位男团友，这位大哥身高1.8米，眼若铜铃，声似铜钟。这时突然站起身来，大吼一声，你给我闭上嘴，你都不知道能遇上这样的导游，都不知道是你多大的福气。2天之后，在米兰机场与地接社伦敦总公司回报确认，大部队平安抵达机场，所有罗马市区观光行程正常完成，往返火车票皆已由团友自动收齐支付导游。这时候，当地旅行社的伦敦总部经理才告知我，当天来自世界各国的20多个团队之中，我们的团队是唯一没有受到暴雪灾影响而走完正常行程的团队。返回上海航程中的班机上，大眼睛的杭州姑娘悄悄地拿了1包豆干给我，并俯身在我耳边说了，我始终没法相信您说的一切，所以沿路常悄悄跟在您身后观察。感谢您的身形，在这段旅程中给了我很多东西，以后回到澳洲继续求学，我不会再感到孤单害怕了。回看这段旅行，自然是因缘际会，机缘丛生，音声色相之中都能以心平气和、圆融通达的心态来面对一切，更秉持着尊重恭敬、
谦和礼爱的行为去处理所有的起伏，调和一切之后，所得到的不过是欢喜自在而已。因此，在随后的生活中，在面对所有的一切时，诚心的祝愿大家天天欢喜，随处自在。Happy every day, comfort anywhere.